风吹，吹什么？美国的飓风一吹啊，到底大家投资方向会怎么被推动呢？今天带你们快来看。大家好，我是治愈，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联准会降息的脚步，因为它到底怎么的降息，降息的 tempo 都会影响到我们投资的节奏。那我们都来看看了，在9月份联准会呢一口气降了2码，那个时候呢，大家是怎么讲的？它应该就是预先做一个准备，预先来一个防护网，以免美国的经济衰退，对吧？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就担心美国可能经济会没那么好啊，所以我就预先降息，我把它给撑起来。好，那但是呢，最近的经济数据啊，一公布，你都发现其实挺不赖的，哪有什么经济不好啊？好像还行。但是呢，最近有2只黑天鹅飞来了，这2只呢，我们要预先告诉大家，免得你被这个经济数据呢，好像又弄得有点糊涂了。好，那最近呢是发生了什么事啊？在美国呢，天灾出现了，有飓风出现啊，飓风肆虐，哇，影响到了经济数据。飓风很厉害，飓风呢，其实每一次都会让这个美国的经济数据出现短暂的波动。当然这就是短期的影响，长期来讲，它会恢复它本来的一个轨迹。但是呢，短期的影响尤其是现在很敏感，又到美国总统大选快选了，然后呢，又在那个降息到底要占多少拉锯当中，所以经济数据我们要先快告诉大家，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千万你不要掉进人家的一个陷阱里。好，我们来看到这个选前的不确定，这2个飓风，第一个飓风呢是在9月26号，次来的飓风叫做海伦妮。这海伦妮很厉害啊，造成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到处的一个这个风灾肆虐，所以有很多的企业关门然后有很多的一些事前的准备撤离等等的，所以呢消费都下降了，然后失业率因为很多人都没工作，失业都会往上攀升了好，那这个是海伦妮飓风，但接下来告诉大家，又有一个飓风要来了，这个飓风叫做米尔顿飓风。这个飓风甚至来到5级，当然现在它是这个威力有点减弱下来了。它在登陆佛罗里达州的时候，坦帕地区很可能只剩下3级。但问题是坦帕地区这个地方人口非常的稠密，所以呢，飓风从这个地方登陆，我也不得了。现在呢，这个气象专家讲，很可能是100多年来最严重的飓风所以呢，现在大家严阵以待，很多该撤离的撤离。那有一些呢，这个企业就说，那我先打烊，甚至呢，佛罗里达州有什么迪士尼乐园，他现在说飓风这个好危险不然到时候云霄飞车人都飞走了，都不是落地了，太可怕。所以呢，你就看到现在这个飓风很可能要为当地带来经济损失。目前呢，初估这个经济损失可能会有2000亿美元。这会有什么影响？这会影响到非农就业数据，这会影响到第3季的 GDP， 所以呢，接下来你要有心理准备。接下来看到的这个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你看到他们的失业率，你看到他的初领就业金，你看到他这个 GDP， 可能都没有那么好看，但是这就是暂时的，因为飓风来了。好，那于是呢，这个经济数据不好看，你就会说万一你真的陷入误区，你会说经济不太好所以呢，这联准会可能降更凶。那你就错了，因为这只是飓风的影响，所以一定要赶快告诉大家。那我们就回过头来，到底现在降息的轨迹是什么？这才是你真正应该要放在心上，你要怎么样来调整你的投资节奏。好，我们看到了经济状况呢，联准会在第一次降息2码之后，大家现在在预期，那到底11月会降息1码还是降息2码呢？如果经济很差，不是应该多降一点吗？那如果还 OK 的话，那就少降一点但目前看起来的状况呢，除了刚刚那个黑天鹅之外，飓风之外目前一切数据看起来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以前大家说这个美国经济可能会衰退，后来发现没有衰退，可能软着陆，结果现在发现好像不着陆所以如果不着陆的话，那现在大家都预期说那可能这个降息的一个幅度跟降息的次数可能就不会那么多。于是乎如果不降息，你可以看到美债殖利率咻的就飞上去，又超过了4%了。殖利率很高的话，跟美债价格是跷跷板，所以美债价格又跌下来了。也就是呢，之前大家买了很多的债券商品，现在好像又没什么赚头了，美债殖利率甚至在反弹其实呢，这都是在反映一个预期心理，那就是觉得联准会降息的幅度可能不会那么大了。好，那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我们来印证
我们来看一些投资圈的大佬他们的看法呢，就跟这样的想法是一模一样。好，投资界大佬，我们来看一个指标性人物，桥水基金的创办人，他叫做什么名字呢？达里欧。好，那达里欧呢，他就讲了，他认为联准会不会再大幅降息，然后他告诉大家，因为之前呢，很多人都预期联准会开始降息嘛，美国经济不好嘛，那于是呢，大家都做了很多的投资部位的挪移，很多人把美股的部位都放到了美债上。所以达里欧就讲啦，他现在看到有很多的一些机构投资人，他们把他们手中的投资部位有很大比例放在美国的国债上，他认为太多了，他认为这个部分呢很不对，因为呢他说你现在都看得出来啦，美债呢似乎没有大家想象中的一降息它就真的会喷上去，所以你放那么大部位在美债这个部分，现在看起来似乎他没有给你得到应有的回报了，所以呢，他就说这些都是过高的一些部位，他认为不应该买那么多，他认为现在应该是美股还比较好。那这个达里欧这样的一个看法呢，到底对不对？我们就来印证哦。他这样说，他说现在美债的供需有点不正常，这从最近一次美债的标售就看得出来。你说这个联准会要降息，那通常我们大家的这个过去经济学都告诉你，只要联准会要降息，那美债的价格呢就会往上走，所以你这个时候去买美债的商品呢，你就是送分题，稳赚不赔。但是呢，这个所谓的稳赚不赔啊，在这一次啊，你就发现好像可能没有赚啊，不是说稳赚不赔吗？就一直在赔都没有赚的，到底怎么回事呢？好，那现在达里欧都说了，那中间有一个很重要关键因素在于地缘政治，让很多现在外国的一些投资人他不会去买美国的公债商品了。尤其呢，美国政府又欠那么多钱，他又不断的在发美国的公债，所以呢，大家已经不信任这样的商品了，所以某种程度上，大家会少买了。少买了之后，这个商品就不像以前感觉很稳定了。当然，它也是相对稳定啦，但是呢，没有那么多人要的时候呢，它的价格就会上不去。我们来看最近一次美债的标售哦，我们刚刚讲说啊，这个美国这个降息，那美债上去，那通常在这个时候，你去看过去好几次，每一次联准会开始降息。美债的这个标售呢，就会大家抢着要，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有赚头。但这一次呢，我们来看最近一次啊，美国呢财政部它标售它的美国公债，它要标580亿美元的美国公债。好，那个时候呢，预定要标出去的一个这个得标的一个利率呢，它那个时候定的是3.871%，3.871%，但是最终得标3.878%，什么意思？他本来希望可以用利率3.871%就标出去，结果现在要用更高的利率3.878%才标出去，什么意思？没人要的意思。所以呢，这美国政府得要用更高的利率诱惑你，你还买我的公债，我给你利率比我本来想要给的再多一点，我让利给你那个意思。所以呢，我就看到他必须要把他利率往上，才有人要买，那叫做他这个债没有人要卖不掉再给大家一个数据来佐证啊，那就是呢，通常呢，这个美国的政府它在标售它公债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来买嘛，对不对？然后呢，大家就来标嘛。那这一次因为比较少人要来标，所以它用更高的利率诱惑你买嘛。然后但是呢，它这么多580亿美元的这个公债的债券呢，即便是用高的利率，还是没有卖完的。那没有卖完的部分怎么办？美国的一个方法是这样，没有卖完的，他把它通通都一次的卖给有一个叫一级交易商，通通都先卖给他，他再去市场上再去兜售。好，那这个一级交易商呢，每次有一个指标可以来看，就是最终这一些公债没有卖出去的部分，通通给一级交易商嘛，那有多少比例？这一次比例是19.2%，史上最高，没卖掉啊！所以你就看得出来说，这次这公债没人要到不得了所以呢，这样一个公债为什么没人要？我们要继续看，因为美国政府啊，它发太多债了，它现在光是每年要还这些利息，尤其是在之前的升级循环，几乎来到20年左右的一个高位的一个利率哦。美国政府光是它的这些美国公债，它要付利息嘛，它的利息多到一年它的利息有多少？有9500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这是比它一年的国防预算还要再更多。美国政府光付那个利息都饱了，你还有什么办法去做什么国家建设啊？而且现在呢，美国的一个它的一个政府的财政预算赤字高的不得了
2024年它的财政赤字呢高达了1.83兆美元哦，而且这还在往上增加，很可怕哦。而且它债务的利息越来越大嘛，因为他们现在升息嘛。但现在降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政府真的付不出这么多钱了，它已经缺口这么大了，然后它光利息又把它搞得更大了，不行。再加上美国总统大选，现在2位候选人啊，一个贺锦丽，一个川普，两个人呢都各种的让利给民众，也就是说，未来美国政府的缺口会越来越大。他们做一个统计，如果是贺锦丽当选，在10年内呢，他们的一个这个财政赤字大概会来到8.1兆，增加8.1兆，在现在接近36兆美元的一个基础上，再增加8.1兆，那川普就更偷了，而10年呢，可能又再增加15.15兆美元。所以呢，不管是谁当选，那个美国的一个政府哦，都是离那个破产又更近一点。但是他不会破产，他能稳定嘛，他就想办法，他有各种方法，再不然打仗嘛，他都不用还钱。好，那再讲回来，那到底呢，联准会接下来的在这样的一个时空环境当中，还要不要降息？虽然很可能经济呢不会着陆，很可能通膨可能会让它维持利率稍高，但它没有办法维持太久，因为它真的快要破产，所以它还是会降息。所以呢，看联准会最近的说法是什么？他说啊，他们会用一个非常均衡的方法，很谨慎的，然后依照经济数据缓步降息，所以应该还是会降息。好，那既然大家心里头知道说，它还是会降息，那即便经济很可能不会着陆，可能是缓缓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底应该怎么的投资法咯。好，我们来看啊，最近呢有一个指标性人物叫巴菲特，他不断在减持他手中的股票，他的美国银行的股票啊，慢，他已经靠现回来100亿美元咯。他现在手上的现金啊，伯克夏应该是史上最高吧，留这么多现金不买股票，他到底在怕什么？为什么卖掉那么多美国银行的一个这个股票呢？有人讲，因为他担心美国政府好像要查洗钱，好像要查芬太尼这样的一个毒品在整个金融机构银行当中是不是有洗钱这样的疑虑哦。那是不是美国银行要被查？你真的不知道，不然他干嘛卖那么多股票？但无论如何，他现在手中的现金非常多，这大家放心上。为什么他不敢买股票？另外一个呢，就是来看现在地缘政治风险非常大，中东到底要不要打仗？中东如果要打仗的话呢，油价是不是要上去？油价上去，通膨是不是会起来？那通膨起来，会不会影响到联准会降息的一个脚步？哎呀，这一环扣一环。但是啊，现在经济呢很重要的一个全世界经济的一个引擎，中国的经济在放缓，所以它 maybe 不需要那么多的原油。所以呢，这个油价呢好像有一个利多，有一个利空因素。那究竟它会怎么样纠结，怎么样走势？我们来观察。另外还有就是黄金了，人家讲说这个炮声一响，黄金万两。黄金呢，现在避险的需求非常大，再加上呢，如果美国的公债也不是那么样的讨人喜欢，然后呢，你觉得油价好像然后你又觉得好像有可能会打仗，所以呢，黄金的价钱是不是有机会继续往上？大家可以放心上来做参考哦。好，那当然呢，联准会还是往降息的方向去，可能会慢慢降，所以呢，股市是不是比较有机会呢？大家可能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多看看了。好的，今天帮大家准备内容，希望你喜欢，下回见，拜拜。